店家，能讨个蜡烛吗？蜡烛？没有，停电了你找物业。跑5金店要什么蜡烛？没有蜡烛，那火灼之、松明，只要是能生火照亮之物皆可。你这人 cosplay 玩的挺真啊，头上的角怎么粘上去的？血包都漏了。没有蜡烛和火拨件，手电筒要不要？手电筒，那是何物？这是何等生物？你大惊小怪什么？手电筒而已，没见过吗？无火而明，不好灯油，光如白昼。若此物上城墙，南蛮夜袭必无处藏身。南蛮？你们剧组台词背的还挺全，这东西我多的是。掌柜，此神物还有吗？有多少？第一，它叫手电；第二，有的是。你要什么样的？强光手电30来只，头灯8个，应急灯6个。全要。全要？你拿什么买？你这一身破铜烂铁，我这儿可不支持剧组打欠条。这么大的银锭，妹子，你这人不像演的，而且你这剑伤还在流血，真不是特效化妆吗？剑伤自然不是演的。那你还买什么手电？出门右拐，打120去医院。医院是何处？治伤的地方。来不及了。寒门关华已尽，今夜若挡不住南蛮夜袭，城中3万百姓皆要遭难。我必须马上带光回去。行，强光手电先给你30只。多谢掌柜。这个叫头灯，戴脑袋上，手还能空出来拿刀。天眼，戴在头上还能亮？什么天眼？头灯！你也别废话了，你血都快流干了。是真的。摸到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急着回去救城，对吧？若明日我能活着回来，必带足银两补清尾款。若回不来，少说晦气话。我这破店做生意，不做慈善，货款1个先结，命你自己留着。老头子，你留下的这破店，到底是通向哪里的？火油呢？火把怎么灭了？后勤的死哪儿去了？李部长，火油全干了，最后一批火把也烧尽了，城外乱石坡那边全是动静，没光看不见，兄弟们根本防不住啊！没火也得守，谁敢退，老娘第一个劈了他！大帅去寻破局之法了，将军还没回来，寒门关今晚就是死，也得死在城墙上！赤旗军听着，你们没火了，眼睛瞎了！你们的混将军已经弃城逃了，开城投降者，本公主留他全尸。若再顽抗，破城之时，鸡犬不留！放你娘的南蛮罗圈屁！大帅不会逃！
军，是将军回来了！将军，你真借到火了！这是什么？不是松明，也不是火折子，怎么两领兵的？这叫手电，不需要火油，也不惧风吹。拿着，按尾部这里对准城外乱石坡。娘哎，这是什么光？天光！这些叫头灯，戴在脑袋上，按上面开关。弓箭手全给我戴上！发什么愣？他们瞎了，你们也瞎了吗？给我射！弟兄们，将军借来天光了，咱们开了天眼了，把这帮麻们射成筛子！这不可能！那是什么妖光？赤旗军怎么可能在没有火油的情况下生出这么亮的光？公主，有鬼！城上的人额头都长了天眼，会发光，太刺眼了，将士们一抬头就瞎了，根本睁不开眼啊！妖术，绝对是妖术！敖凤瑶这是用了什么同归于尽的邪法？马上鸣击圣军！将军，这到底是何方神物？您到底是去了哪路神仙的洞府求来的？都给我闭嘴！听好，今夜之事，这些发光的神物，从此刻起，列为我赤旗军最高军机。谁敢多问一句来历，谁敢走漏半点风声，谁敢私自拆卸探究，按通敌叛国罪，斩立决。哪怕是新廷派人来问，也是这4个字。无可奉告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命我留住了，归款。老李，你这又弄什么稀罕玩意儿？老李，你抢劫古代国库去了？这纯度，这成色，根本不是市面上常见的925或者普通工业银，这玩意儿的冶炼工艺绝了！你哪儿来的？祖传的，老头子走之前从床底下翻出来的，能走正规回收吗？能，当然能，咱们按贵金属回收走，不过得签合同，走身份证登记流程，资金得从公账过，安全第一，对吧？签字，转账。谢了，兄弟，以后可能还有，记得给我个公道价。李满仓肯定早就吓跑了。老刘叔，这小子欠了你2个月房租，今天这店里的货清出来，就当抵你的租金了。这铺子下午我就找人来重新装修。清货归清货，可别砸坏了我的卷帘门。你碰一下那门试试。老刘，2个月的欠租16000，加上下个季度的押金，凑个整25000。你糊弄鬼呢？你这破店1年也挣不到25000，你哪来的钱？账户到账25000元。哎呀，满仓啊，叔就知道你有出息。那什么，既然交了租，这合同就继续有效，继续有效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你小子这钱肯定不干净，
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买卖了？合法进货，合法卖货，正规走账。你要是觉得有问题，现在就报警查我。如果不报，就带着你的鬼火从我门口滚开，别挡我做生意。行，李满仓，你给我等着！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撑几天！掌柜，我回来了。寒门关守住了，这是买那批神物的尾款，我不欠你的了。你这女人是不是有病？流了这么多血还不包扎，你打算死在我店里？别碰我，我乃镇北主将，岂能……主将个屁！你再撑下去，血就全流我地板上了。等下保洁费我得跟你单算。这药叫消毒水，但是痛，给我忍着，别乱动。战阵厮杀，这点痛算得了什？痛就喊，憋着干嘛？你们外星人是不允许喊疼还是怎么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卖的神物救了寒门关3万条命。我就是个开破五金店的小老板。若明日南蛮再攻，我可能无法再带着尾款活着回来。那些银两和珠子，全当做我提前垫付的。闭嘴！我这破店做生意，向来钱货两清，不做慈善。货款你已经结清了，至于以后的买卖，命你自己给我留着。你人活着过来，我才给你发货。别每次都拿命跟我谈条件，听懂了吗？好，我会活着来进货。顶住！死也得给我顶住！将军，门梁裂了，最多再挨3下，这北门就得碎成渣。门破了，巷战咱们也打不过。难道这寒门关今夜真要成死城了？我去借神物，这回又借什么？那仙人连城门都能修。大半夜的，你能不能撬死算了我没门？怎么，尾款结清了，又来照顾生意？掌柜，门裂了，门栓断了，南蛮的冲车在撞门。你这里有没有能拉住城门的神物？铁链，最粗的铁链，全给我！别拽，铁链我有，但铁链没有弹性，上不去紧。冲车几千斤的力道一撞，铁链绷太紧，直接就崩断了，还会把你们的人像切西瓜一样切成2半。那怎么办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城破。这个叫茄轮捆绑带，跑长途的大货车用来固定几10吨钢管的。不，你让我用布去挡冲车。这叫工业尼龙，比你们的生铁还要坚韧。你听好了，这东西叫漆粉，物理杠杆原理，只要一直压，它就会越锁越紧。而且尼龙材质吃力，有韧性，能化解冲车的撞击力。好，我全要。慢着，这东西装错位置会崩，会死人。你找个懂行的木匠或者铁匠过来，我当面教他受力点，别自己瞎琢磨。
天兵武器库，娘哎，真的是天宫库！大娘，别拜了，看这儿。妙啊！这神铁牙竟能吞力，只要两边找对受力点，它能把裂缝生生拉回来。老朽懂了，老朽彻底懂了。这是扎带，穿过去，一拉就死，永远退不回来。用来。但我门上这2个高清夜视探上头可是全天候开着的，你拍我进货没问题，但你要是再敢半夜带撬棍在我的卷脸门外头转悠，我就拿着录像去派出所告你寻衅滋事。行，李满仓，你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你这大客户早有不结账的一天。吃吗？刚出锅的。
多谢，但我不能吃。城中粮草已经开始实行配给，将士们都在挨饿，我身为大帅，岂能独食？饿着肚子怎么扛刀？你不吃，等会儿哪来的力气搬货？赶紧吃，算在你尾款里。掌柜，北门保住了，但南蛮白天开始用投石机砸城，修城的工匠和防守的士兵被碎石砸中头部，死伤惨重。还有夜巡时，因为太黑，乱军之中时常发生自己人误伤的情况。你这里可有破解之物？这个护头神盔，呸，安全帽，你戴上试试，注意别卡着你的脚。这材质非金非木，竟如此坚韧。刚才那一下，若换作普通士兵的头骨，恐怕已经裂了。这叫缓冲减震层，落石砸下来，力道全被这层网分散了。但这玩意儿防落石型，你别拿它去挡刀剑硬劈。还有下巴上的带子必须扣紧，不然砸一下帽子飞了，等于白戴。我记下了。那这件奇怪的绿衣呢？它不发光，它只是反光。自己会亮。夜战的时候，只要手电筒扫过去，或者有微弱的月光，穿这衣服的人就会立刻显眼。你让夜巡的队伍穿上，一眼就能认出是自己人，绝不会再误伤。掌柜，你可知这两样神物能救下我赤旗军多少将士的性命？少戴高帽子，安全帽300顶，反光布衣200件，一共收你一锭行银，不贵吧？自己搬。这黄碗轻飘飘的，真能挡石头。小心，南蛮的投石机！娘啊，没流血，老子脑袋没碎，这神盔显灵了！快，都把带子扣紧！将军说了，带子不扣等于白戴。你能看见我吗？废话，你那背心亮得跟鬼火似的。兄弟们看见没？有这神物，哪怕黑灯瞎火，谁是蛮子谁是兄弟，一眼就分得清。今晚南蛮要是再敢摸上来，老娘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掌柜，你守城，我守你，你的恩情，我敖荒瑶万死不辞。王爷，寒门关又守住了，北门没破，南蛮的夜袭也被打退了。又守住了，本王断了敖黄瑶所有的火油，卡了他半个月的粮草，连修城墙的铁钉都没发过去一根。他拿什么守？拿他那对龙角去顶冲车吗？听说敖黄瑶得了一批神物，夜里有白光如柱，能照瞎南蛮士兵。北门被几根奇怪的带子死死锁住，连冲车都撞不开。现在寒门关里都在传是天神显灵。天神？这世上哪来的天神？敖家这丫头若是成了守关的英雄，将来新庭之上哪还有本王说话的份儿？既然百姓信神物，那就让他们更信妖物。哼，传信给寒门关里的暗桩孙婆，告诉他，本王要寒门关从里头烂掉。王爷的意思是？放消息，就说敖黄瑶勾结地外异客，私用妖光蛊惑军民，
粮草断绝就是上天降下的责罚。当全城百姓要把它生吞活剥的时候，他还能不能握得住那把镇北剑？你们还真信那些白光是神物？谁家正经的神物能不点火自己亮？那叫妖光。可是，要不是那些光和绿衣服，前天夜里南蛮就杀进城了呀！糊涂啊！你们想想，为什么赤旗军用上这妖物之后，朝廷的粮草就彻底断了？为什么南蛮的攻城越来越疯？我可是听说了，那是敖将军用咱们全城人的阳寿跟星渊裂缝外的妖人做了交易，那妖物是在吸咱们的精气。再这么下去，不用南蛮打进来，老天爷降下天罚，咱们全得饿死病死！交出妖物，烧了那些发光的铁桶子！不能为了几件妖物，让全城人跟着遭天罚呀！把妖物交出来祭天，求朝廷发粮草！都给我退后！谁敢踏进营房半步，严加惩处！你们的良知都被狗吃了吗？若没有将军带回来的头灯和麒麟带，你们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喘气？李副将，不是咱们没良心，可粮草已经断了10天了，城里一天饿死10几个人，大家都说那是妖物带来的诅咒，将军是不是真的被地外妖人蛊惑了？放屁！那是救命的东西！既然是救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当的拿出来给大家看？为什么列为最高军纪？我敖凤瑶立誓守卫寒门关，从无半点私心。那些物件是救我等于水火的工具，绝非妖物，空口无凭。那你说，这发光不烫手的东西是哪方高人打造的？你若说不出来，就是包庇妖人！你不砸了妖物，我们怎么活？将军，这摆明了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故意煽动营烧，得把带头的人抓起来。抓了这几个，还有下一批。悠悠重口，刀剑是堵不住的。给我1晚上的时间，明日午时，点将台前，我会给全城百姓一个交代。立交，死守营庄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将军，你要去哪儿？去进货，去借一件能让全城人都听见真相的神物。怎么没打仗，反倒像是打了败仗一样？城中有人造谣，说我勾结地外妖人，说你给的那些神物是吸食人兽的妖光。如今南蛮尚未攻城，城内百姓却要逼我交出妖物祭天。正常，在你们那什么星渊帝国，超出认知的东西不是审级就是要术。既然现在粮草断了，他们自然觉得是要术带来的田罚。你想怎么办？刀剑能杀敌，却斩不断诛心之言。我想向你求一件能让全城人都听见真相的传音法去。我要在点将台上当面压下这股邪风。传音法去？你要能让全城听见的东西？喏，扩音喇叭。这玩意儿本来是广场舞大妈用的，开到最大音量，半条街的玻璃都能跟着震。此物真的能把声音传遍全城？喂，能不能传遍全城我不敢保证，但压住一个点将台的几万人绝对没问题。看好，红灯亮就是在工作。你不仅要传令，还要解释清楚这东西不是妖物，是守城的工具。可那些细作混在百姓之中，我若强行辩解，他们定会煽动百姓闹事。所以你不要自己去辩解。造谣的人想乱军心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被那些东西救过命的人拉上台。还有，明天的点将台别黑灯瞎火让人带节奏，把所有的探照灯、手电筒全打开，把台下照得一清二楚。带节奏就是别让坏人牵着鼻子走，谁救了他们，他们心里有数，让活下来的人自己去扇造谣者的脸。你若在寒门关，一定很会治军。少拍马屁，喇叭3个，备用电瓶2个，晨会5两星银，概不赊账。大家别被骗了！你们还真信那些白光是神物？谁知道是不是妖物招呼出了死士？交出妖物，向朝廷请罪，咱们才能有活路！交出妖物！交出妖物！寒门关军民听令！有人说我手里的光是妖光，护城的带子是妖锁。今日我便告诉你们，这不是妖物，它叫扩音喇叭；白光之物叫手电，护住头的叫安全帽。它们都是工具，能杀敌、能救命的工具。那是妖人的工具，不用他们，朝廷怎么会断我们的粮？
我叫马六，昨日修成，一块几十斤的石头砸在我头上，若没这安全帽，老子现在已经躺板上了。这帽子救了我的命，谁敢说是妖物，老子第一个劈了他！我修了一辈子城门，前夜南蛮冲车撞门，主梁都裂了。若没那几根叫捆绑带的绳索，北门昨夜就散了。城若破了，你们现在全得满子剁成肉泥。我儿子在东墙巡守，是头灯照出了暗箭，他才没死，那是救了我儿命的光啊！天之大，草双凉，写着声音为谁断？拿掉！你们滥杀无辜，我是为了百姓好。为了百姓好，为了百姓好，还带着京城齐王府的暗器。你拿了齐王的黑钱，在这里断寒门关的活路。传谣乱军者，压下去查他的上限。从此以后，谁再说提供这些神物的恩公是妖人，就是我寒门关的死敌。恩公，恩公不是妖人，是他救了北门，救出寒门关。李满仓，你这五金店里卖的不是铁器，是人心。只要情随不息，似觉仙难美心，孑然一身苍茫天地心。算你识时。自己找地方坐。你这是干嘛？真打算拿着破铜烂铁抵押尾款？我说了，我这儿只收硬铜货。谣言平息了，城中百姓都在高呼恩公。齐王的细作孙婆被我当众拿下，军心不仅没散，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稳固。那是你的功劳，喇叭只是个放发器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你留住了那些士兵和百姓的命。老规矩，进店不能白做，必须消费。这面算你1000星银。吃吧，别跟扯什么大帅不能独食的鬼话。你饿死了，谁来结我下一批货的账？这是何等珍馐，麦香劲道，肉汤浓郁，这世上竟有如此绝妙的面食。3块5毛钱一桶的泡面，别整得跟吃了满汉全席一样。赶紧吃，吃完说正事。李满仓，齐王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既然敢在城中安插暗桩散播谣言，就一定还有后手。寒门关内必然还有他埋得更深的内鬼。查内鬼是你的事儿，怎么怕牵连到我？你给的那些神物太过匪夷所思，新亭里那些老狐狸只要不傻，很快就会意识到赤旗军背后有一条连他们都不知道的补给线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会顺藤摸瓜查到这堵墙？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我今日来便是要告诉你，从昨日起，这条星渊裂缝，还有你这个提供神物的恩公，已经被我列为赤旗军最高级别的军机。全军上下只认货，不知人。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你的长相、姓名，甚至没有告诉他们神物的具体来历。他们只知道有神物在护佑寒门关。你只是个凡人商人，没有灵力，不懂武技。新亭的斗争极其肮脏，若那些死士顺着裂缝摸到你这里，你必死无疑。我这儿有监控，还有报警电话。法治社会，谁敢来杀我？李满仓，你听好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
在寒申关藏你，比藏赤旗军的军粮还要紧。谁敢动查探你的念头，我先杀谁！只要我敖凤瑶还有一口气在，只要赤旗军还没有死绝，就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外人踏入这堵墙半步。行了行了，少说这种生离死别的话。只要你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杀手往我店里引，我才懒得管你们那个什么星渊帝国国的破事儿。闲话说完，咱们该算算今天的账了。扩银卡巴3个，备用电瓶2个，加上刚才那桶老坛酸菜面，一共是5两星银加1钱。你给的这锭银子，除去之前的货款，还剩……掌柜的，先别着找零，我今日来还要进一批更要命的货。又怎么了？南蛮又要撞门了？不，昨夜我抓获了几个南蛮的探子，他们招供，南蛮已经知道了寒门关西仓的位置，齐王的内鬼很可能把粮仓的布防图泄露给了他们。五朵公主最迟明晚就会派火兵火烧西仓。烧粮房，那得问问我店里的灭火器答不答应。烧粮藏是吧？这是灭火器，专门对付有火和邪火的。这铁罐子里装的是水，这么小一罐，若南蛮用猛火油点燃粮仓，这点水无异于杯水车掺。水对付猛火油，你泼水只会让火势蔓延得更快，这叫干粉灭火器。它喷出来的不是水，是能瞬间把火憋死的粉尘。请掌柜赐教用法。事关几万人的命，给记牢了，口诀只有8个字：拔箫、握管、压柄、对火根。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不要对着火苗上方喷，要对准火焰的最底部，也就是火根，左右扫射。拔箫、握管、压柄、对火根，我记下了。警告你，这东西喷出来的粉尘吸入肺里不好受，千万别对着自己人的人脸喷，更别当玩具乱按。用完一次，里面的压力就泄了，不能反复试。军中无戏言，生死之物，谁敢乱动，我砍了他。这是消防毯，石棉材质的，火烧不透。如果有小火苗，或者自己人身上着火了，直接用它盖上去，隔绝空气，火自己就灭了。这是防烟面罩，火场里烟比火更要命，让你手下冲进去救粮的人戴上。若早有此物，去年赤旗军大营走水，就不会有那么多兄弟被活活熏死。灭火器是压制有火的，但想要彻底浇透粮仓，还得靠水。你们粮仓附近有井吗？有一口老井，水浅，但勉强够用。只是若火势太大，靠兄弟们拿木桶提水，根本来不及。有井就行，这叫大功率抽水泵，配这台小型汽油发电机。听好，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在这儿。红线接红柱，黑线接黑柱，接反了不仅机器冒烟报废，还可能电死人。你带回去，让上次那个叫钱大娘的老工匠亲自盯着接，把泵扔进井底，拉开发电机，水就会自己像龙一样喷出来，明白吗？掌柜，你这店里当真藏着天宫的底蕴？行了，别吹了。灭火器20个，消防毯10条，防烟布罩10个，抽水泵和发电机一套，水管50米，算你账上。火场别逞强，你是主将，不是木柴，别往火里扎。那个齐王府的内鬼给的布防图果然没错。西仓南墙这边的守卫最薄弱，今夜只要烧了这几座粮库，敖黄瑶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得饿死在这破城里。点火！走水了！西仓走水了！你笑你娘的笑！你笑你娘的笑！敢烧老娘的扛粮，
给我留活口！老娘要一寸一寸活剥了他们！李副将，火太大了，水泼不灭啊！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劫红，黑劫黑，神仙保佑，千万别冒烟！拔萧，我管！压饼，对火根，给我拍！这不可能！那红罐子里喷出的是什么白妖物？天底下哪有能把猛火油生生按灭的东西？妖术，这绝对是妖术！火根压住了，但里面还在阴燃。水呢？钱大娘，饮水龙怎么还没来？带去来你有月圆，海棠花烂，在地见过。响了，发电机响了，快把那个铁疙瘩扔下井！娘儿，好大的劲儿！水自己跑出来了，这不是饮水龙吗？怎么比饮水龙猛上100倍？不是饮水龙，恩公说了，这叫抽水泵。谁派你来的？南蛮勇士不怕死，你用妖物灭火，用雷公施法，你不得好死！李娇，搜！西仓图纸，这是咱们寒门关内土，南蛮怎么会有？赵青鸾，你怎么知道？狗日的齐王！他断咱们的粮就算了，竟然勾结南蛮来烧咱们的命根子！老娘现在就宰了这蛮子祭旗！压下去，留活口。将军，杀他容易，但他活着，就是齐王通敌卖国的铁证。齐王的手伸得太长了，能拿到这张图纸，说明寒门关的最高指挥层里藏着齐王的内鬼，而且这个内鬼的级别绝对不低。可是没有抓获内鬼交易的现行，光凭一个南蛮俘虏的口供和一张没有署名的图纸，在新廷上根本扳不倒权倾朝血的齐王。李满仓，你那里有没有能让人自己把罪证吐出来的神物？但又也却无人悲歌。看来得找个机会，一次性把这块狗皮膏药撕干净。哟，救火英雄回来了，怎么发电机没冒烟吧？
火灭了，粮仓保住了。钱大娘接线接得很稳，你的雷公香和抽水泵立了奇功。我就说那玩意儿管用，那你这愁眉苦脸的是干嘛？尾款不够了？掌柜，我要抓鬼。抓鬼？大姐，我这是五金店，不是茅山道士的道观。你要买黑狗血，出门左转去菜市场，我这只有机油。这是我从活捉的南蛮死士身上搜出来的西仓布防图，寒门关里有祈福安插的内鬼，而且这内鬼的位置极高，我怀疑是掌管西仓10几年的冯嬷嬷。既然怀疑，直接抓起来审不就行了？你们古代不都是大刑伺候吗？赤旗军军法严明，不靠屈打成招立威。冯嬷嬷在军中资历极深，若没有铁证就动用大刑，必然会引起军心动荡。齐王巴不得我这么做，好借机参我一本滥杀无辜，动摇军心。我需要铁证，你这里有没有能让人自己把罪证吐出来的神物？或者能暗中记录下他通敌交易的神器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，抓内鬼这种活儿，简直就是给我这店的东西量身定做的。这东西叫监控摄像头。监控摄像头，此物有何用？谁来谁走，谁偷了东西，谁说了什么话，他都能用他那只眼睛拍下来，而且是带声音的高清画质。你说的镜中留人，对他来说就是基本操作。竟能将人的虚影和声音情进于其中，这是夺人魂魄的法宝。夺你人头，这是光电转化和储存技术。看好，开机，红灯亮，就代表他正在把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。第一，放在隐蔽的地方，镜头不能被挡住。第二，千万别倒着放，不然拍出来的人全是头朝下。第三，这玩意儿不能泡水，因为它没有直接插电。我给你配了这个大号充电宝，电量足够它连续录像3天3夜。不挡，不倒放，不泡水，红丁亮，即是留影。我记住了。抓内鬼还得配合，既然是交易，肯定有接头人，你不能打草惊蛇。这两个东西叫对讲机，也叫千里传声筒。按住说话，按住说话。这声音竟直接从这匣子里钻出来了。按住说话，松开听。你回去安排人，一人送着监控看录像，一人带队在外面埋伏。有情况不用跑图通报，直接用对讲机喊，这叫信息战的降维打击。有了这套神物，明日我便让那内鬼当场现形。掌柜，算账。摄像头一个，2万毫安充电宝一个，对讲机一对，算你3两星银。抓紧时间回去布置吧，内鬼随时可能动作。